你知道芭比的原型其实是来自于德国的成人向漫画吗？史上最热销的玩偶芭比娃娃到底怎么诞生的？又出现过哪些争议呢？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芭比娃娃吧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志奇。最近电影《芭比》上映，掀起了一波讨论芭比娃娃的热潮。芭比娃娃出道到今天已经60多年了，在全球也卖超过10亿个玩偶，成为了史上最热销的娃娃。作为20世纪最经典的玩具，几乎没有人不认识芭比。而芭比的穿搭风格、配色更是改变了整个世代的流行文化。不过与此同时很多人却对芭比非常反感，认为芭比是一个教坏小孩的玩具，父母不要让小孩玩芭比比较好。今天我们不会聊到芭比电影的部分，而是要来聊聊芭比娃娃是怎么诞生的，为何红遍全球，又为什么被一些人讨厌呢？不过在开始今天的讨论之前，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。你希望你家的孩子更聪明吗？研究发现当爸爸参与共读不同的叙事跟用字，能够激发孩子更好的认知表现。父亲节就让芒狗狗陪你和孩子一起共读吧。芒狗狗生活教育绘本从日常情境培养孩子逻辑思考能力，还有深受好评的寻宝游戏本，在台湾场景当中练习长时间的专注。不想睡觉的探险更是和爸爸共读的入门选择。全套16本丰富多元的主题，芒狗狗邀请所有的爸爸们一起参与共读，让孩子在成长路上加速前进。现在输入志奇77专属折扣码，还能够享有父亲节88折优惠。现在就点击资讯栏的链接到官网看看吧。讲到芭比的起源，我们要回到1950年代，聊聊美国玩具公司美泰儿的创办人露丝·韩德勒。有一天露丝在陪小孩玩耍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他儿子总是有很多的玩具可以选择，可以当消防员医生、飞行员等等，但是他女儿的玩具却少得可怜。因此他想要来做一个娃娃，让女孩们知道她们可以成为任何人。只不过当时这个念头并没有受到公司的支持，包含露丝的丈夫在内，大家都很难想象这个娃娃会是什么样子，也不觉得这个产品会受到小朋友的喜爱。直到1956年，露丝一家人去欧洲旅游的时候，才改变了他们的想法。露丝一家人在经过玩具店的时候，突然发现了一个叫做莉莉的玩偶，整个惊为天人。莉莉这个角色出自于德国一家小报刊登的成人向漫画。在漫画里面呢，莉莉是一名身材姣好的年轻女孩，靠着美貌还有机智的谈吐，周旋在各种有钱的男人之间。因为这个漫画很受欢迎让莉莉被做成了玩偶，在欧洲各地贩售。而当露丝看到莉莉玩偶的时候呢，超级惊讶，莉莉的样貌非常接近她当初的想象。于是呢，露丝马上把莉莉带回美国，以莉莉为原型，设计出了史上第一个芭比娃娃。1959年的3月，芭比在纽约玩具展上面首次亮相，正式出道。芭比名字呢取自于她的女儿芭芭拉。而在外表的方面呢，芭比樱桃般的嘴唇、纤细的身材、标志性的马尾，都跟刚刚讲到的莉莉玩偶非常的相似。不过呢，一开始外界怀疑芭比会卖不出去，毕竟当时市面上并没有以成年人为形象的儿童娃娃。但没想到推出之后，芭比一炮而红，第一年就卖了超过30万只。随着芭比越来越受到欢迎，美泰儿也开发了新角色来跟芭比作伴。1961年，美泰儿帮芭比新增的男友肯尼，这个名字呢来自于露丝的小儿子肯尼斯。后来公司又帮芭比新增了挚友蜜奇、妹妹斯基珀等人，让芭比宇宙迅速的扩张。在当时芭比代表的是新潮独立的时尚新女性。1962年，芭比拥有了第一个梦幻屋，有自己的居家空间，而这样的生活形态呢，跟那个时候的社会其实有很大的反差。当时的美国女性如果没有丈夫同意，是无法自己在银行开户的，支配财产的权利大多集中在丈夫手上。像芭比一样可以实现经济自主的女性真的是少之又少。即便肯尼成为了芭比的官方男友，芭比也很独立，不用依靠肯尼的照顾，自己也过得很好。另外，芭比也确实做到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。1965年，芭比成为了太空人，比人类登陆月球早了4年。1973年，芭比成为了一名外科医师。相较之下，当年呢只有 9% 的医师是女性。而在1992年，芭比还跑去竞选总统。其他还有很多案例像是芭比当过飞行员、企业 CEO、科学家等等。根据统计，芭比做过的职业高达了250项以上。在女性职涯相对受限，只被期待当家庭主妇的年代，芭比不断告诉女孩们，只要努力，她们可以打破玻璃天花板，成为任何人。
随着芭比热卖数十年，1998年芭比娃娃入选了美国国家玩具名人堂，而到了今天，芭比娃娃在150多个国家都有贩售，每年创下10亿美金以上的销售额。根据几年前的统计，到现在3到12岁的美国女孩当中，仍然有92% 的女孩都拥有芭比娃娃。芭比已经成为了不同世代的共同记忆。而芭比不只是玩具界的经典长期以来呢，美泰尔都跟知名设计师合作，制作最时髦的衣服还有配件。而这样子芭比式穿搭呢，也对流行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举例来说，芭比的常见配色芭比粉就成为了时尚圈的经典色系，许多名人也会致敬芭比，像是饶舌天后尼基米娜之前在打扮还有 MV 的风格当中都可以看到芭比的影子。不过呢，尽管芭比获得这么巨大的成功，但是呢，在她出道的这60多年来，其实也充满了争议。有人批评芭比看似想法前卫，但却活在非常物质的世界。芭比大部分的配件都是车子房子包包还有穿不完的衣服，似乎呢是在鼓吹人们要不断的消费来追求外表的光鲜亮丽。还有1992年美泰尔推出会讲话的语音芭比，但在其中却出现了想去 shopping 吗？衣服会不会永远不够这样子的台词，遭到很多人质疑这是把女性跟爱花钱的形象绑在一起，加深了刻板印象。而后来著名乐团 Aqua 红遍世界的 Barbie Girl 这首歌呢，就是在讽刺芭比肤浅的生活模式。当时美泰尔公司还为此提告，认为这首歌诋毁了芭比的形象，但法官却认为这是合理的评论范围，判美泰尔败诉。另外一方面呢，最多人抨击的则是芭比病态的审美观。之前我们在真人芭比这一集提过，如果按比例把芭比放大成真人，你会发现她的身体超级不科学。首先呢，芭比的脖子比一般的美国女性长1倍，细15公分，却呢要支撑比平均头围还要大5公分的头。芭比如果真的变成真人，可能连头都抬不起来。再来，芭比的腰围只有大概40公分左右，根本没有足够的空间可以完整的放入肝脏肠道这些器官。还有芭比的脚掌只有童鞋3号的尺寸，无法支撑她自己的体重，如果想要移动，恐怕只能用爬的。简单来说，想要变成芭比，理论上不可能，实际上也不健康。但让很多人担心的是，很多的女孩受到了芭比的影响，追求这种不真实的外貌。2006年，一项研究发现，跟其他的娃娃比起来，如果女孩在年轻的时候有玩过芭比娃娃，那么她会更在意自己的身材瘦不瘦。而如果把不同身材的娃娃分给小女孩玩，也会发现女孩拿到的娃娃如果是非常瘦的，那女孩自己吃的食物也会明显减少。这也显示娃娃是会影响小孩的身心理健康的。这样的状况让很多人批评芭比，认为芭比会误导小孩，让小孩有偏差的审美观。面对排山倒海的批评，美泰尔公司这几十年来其实有试图做出改变。1997年左右，美泰尔推出了新版芭比，腰围变宽，臀部也稍微缩小了一点点，让娃娃更接近真实的样貌。但还是有很多人批评这样子的调整还是不够。而到了2016年，美泰尔公司宣布为芭比新增高挑、娇小以及丰腴3种不同的体型，也有多种肤色、发型给大家选择，是芭比出道60年来最大的一次变动。结果大众似乎还算买单这样子的改变，美泰尔的业绩止跌回升，甚至在2020年，美泰尔一年就卖出了7600万个芭比，成为了20年来销量最好的一次。而到今天芭比已经有9种体态、35种肤色的版本，你也可以在官网上面找到各式各样的芭比，像是轮椅芭比益智芭比、唐氏症芭比、白化症芭比等等，让芭比的美丽不再只有单一的想象。我们在看完资料之后呢，有一个感觉是在女性地位相对被压迫的年代，芭比比较像是一个榜样，是理想当中的生活状态。芭比站在时代的浪头上，告诉后方的女孩们，她们只要努力就可以打破刻板印象，成为总统，成为太空人，成为任何她们想要成为的人。但到了现代，芭比的定位好像没有这么遥远了。芭比的形象越来越贴近大众的样貌，希望孩子在娃娃身上也能够看到自己的样子，接受自己，喜欢自己。总结来说，我们觉得芭比想要传达的理念已经从一开始的你可以做任何人，慢慢变成了你可以做你自己。这两种理念其实也没有谁对谁错，只是社会关注的重点不一样而已。而且不管是哪个理念，芭比都是在反映当下的年代，大家最需要或是最在乎的价值观。那虽然说有些人可能会觉得现在的芭比好像有点政治正确，刻意的在塑造多元包容的形象，
但我们认为这其实是美泰尔公司在商业上面的必要考量。社会的价值观、审美观在这几年都有剧烈的变化。芭比如果不跟着转变，只会被当成是旧时代的产物，被大家抛弃而已。那我们也希望芭比的改变真的能够让孩子们有个更快乐的童年。过去社会在讨论芭比的时候，常常都聚焦在芭比的负面影响。但如果5年、10年后我们提到芭比时，是在说芭比让小孩更有自信，或是更有同理心等等，我想应该对于大家来说都是一件好事吧。好的，今天就来做个小调查哦，你有玩过芭比娃娃吗？芭比是我小时候的好玩具。B 有，但我对芭比没有什么特别的感情。C 没有小时候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玩偶。D 其他留言分享你的想法吧。最后，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，欢迎分享出去，让更多人知道芭比娃娃的历史。此外呢，也可以点击这个地方看看真人芭比以及玩具为什么要分性别的讨论。那么今天的这一期就到这边告一段落，我们就明晚再见喽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张力，我是贺龙，大家好，这是 PR 哥，欢迎收看《超人少年》，我是吴子，我是志奇，我是徐波。哈密 Video Cat 网红馆发烧强片14天抢先看，独家喜剧大片会员无限看。Look at me， 这都烂人啊！他们